你们的榴莲姐姐。嗨，我是世家哥哥。欢迎来到双生子夜灵性悠悠台。脸哪出我现在？也没有啦，其实我们今天不是灵性悠悠台，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如何将灵性提升带入到孩子的教育当中。这个问题其实原本也没想那么多，但是突然想到，这个话题好像也蛮有趣的，对啊，就来聊一下。也是蛮多人问的啊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这有什么好说的？怎么说？因为每一个孩子都会是大人的老师啊。哦，是吗？对啊，因为如果灵性是从复杂回归单纯的一个过程，那孩子就自然比我们更单纯，所以。他灵性就比我们还高啊！怎么会是我们告诉他灵性的学习？应该是他反过来教育我们才对啊！你说的很有道理哦。其实真的啊，就孩子很开心在那里玩耍，或者很安静在看着窗外，或者做一件很单纯的事情的时候，他是在教导我们说，我们不应该再想那些复杂的事情，应该把我们的思想放下来，然后不要想那么复杂的事情，然后像他们一样很单纯的去感受这个世界，是他在引导我们，不是我们在引导他们，因为他们比我们还灵性啊。可是不一定吧，有一些小孩他可能，出生天生会不会有灵性比较没有那么高的，就是可能很容易生气啊，很容易哭啊，然后吃醋啊、嫉妒啊等等等等。这些其实也有可能啊，也有可能。但是这些也不代表他灵性不高啊，也不代表，就是代表只是他展现了一些他已经决定展现的一些过去的习惯，只是这样。也不是说这样就灵性不高啊，应该不是举例那些，应该是他可能天生就有破坏性，就想要拿刀刺人啊，或甚至想要虐待动物啊，杀死动物啊、昆虫啊等等等，天生没有人教他，他就自己想这么做，然后看那些生物死了就好好玩哦。那这时候我们就应该给予一些说明引导，就告诉他说，生命也是会痛苦的，你去伤害他，他也会痛苦这样。那如果他就是不听呢？我才不理你嘞。就是我们没有要他听，我们就引导他去玩别的嘛，不要玩那个。引导他玩别的。对呀，对呀。小朋友就很单纯，其实他最重要的就是玩，而不是学习。我们大人总是塞东西啊，学啊，拼命学。你一定要这样子，你不能这样，不对。你要去学这个啊，你要去做这个。妈妈是为你好，妈妈是为了你的将来着想。你不要，我是为了你好哎。你现在是怎样？怎么还敢跟我顶嘴？不管了，你就要去做啦！你不管了，不然你就不是我女儿啦。你学的好像，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？还好啦，不是那一类的。每个人都应该都会遇过吧？几乎很多人。很多人都遇过了。对啊。应该这么说。我们今天所要说的是，一般的家庭会让小朋友走进去社会的这种机制，然后让他学习到一些人生的规范什么，然后小朋友会被带进去。不是高脉轮的一个状态，不是去开发它属于爱啊，属于表达，然后属于灵感啊，甚至属于更高的一种很单纯的存在状态啊，不是这些脉轮，而是把它教育成哇，你要学的如何，然后一直把东西塞给他，然后他就觉得很烦。对啊，就是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我来这里要学这些？小朋友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啊，就是当然我们。社会没办法，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教育，我们必须把他送到学校去上学。那我们已经把他送到学校去上学了，我们就不应该再给他强加太多这些信念式的东西，我们反而要开发他一些原本就具有的能力，比如说超感知觉，比如说灵感，比如说他对气感的感知，这些东西，甚至他第三眼。一定是比我们更开启的，就是他还没有被钙化以前，他其实是处于一种活跃的状态。这时候我们怎么去激发他，能够更加运用他的原本的具有的能力，不要让他封闭起来。我觉得这些是比较正面的，也就是如何把灵性带入小朋友的生活里面可以做的这样。那所以到底要怎么把灵性带入孩子的教育中？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。小朋友他去学校学，一定会把生命看得越来越真实，然后觉得一切的东西都我是来学习这些东西，然后学到这些东西是真的这样。那我们要做的反而是反其道而行，就是让小朋友不要觉得世界是太真实的，世界就是个游乐场。然后要给他一个观念说，
你从别的世界来，你可能是从别的星球来，你从别的星星来到这个世界，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之后，这里是一个很棒的游乐场。那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有趣的游戏，可以感受到很多可以感受好玩的事情，不要去再灌输他很多学校方面的知识什么的。但是在目前在这个二元性的世界啊，难免会遇到一些看似不太开心的事情吧？不是每天都开开心心很美好，一定可能假设说小孩子在学校被欺负了，然后回去跟妈妈说，妈，我今天被同学欺负，那总不能跟孩子说啊，一切都是游戏啊，就让他过去啊什么的吧？当然可以啊。可以吗？要跟他说这些其实只是一个像戏剧一样的场景，也是一种游戏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很真实的。然后他欺负了你，然后你就要打回去啊，或者做什么事情去做什么。我们当然可以跟老师讲，然后沟通啊，希望那小朋友不要再欺负我们家小朋友之类的。但是我们不用去跟小孩讲说啊，他是坏人，你下次小心他什么。我们因为知道了显化法则，我们对小孩的教育方式就是尽量让他去显化他所想要的，而不是去进入被受限的一个控制里面。但是会不会因为每个灵魂不同嘛？会不会这不适用每一个灵魂？可能每一个小孩灵魂他的悟性不同啊，能理解领悟到的不同。其实不会，每一个小孩基本上都是很爱玩的，基本上都是好奇的，这些就是小孩的天性，然后小朋友也是单纯的，这些都是他的天性，这些天性本来就是跟灵性是吻合的，对啊，所以其实我们想说我们要教育小孩，但是其实我们如何去教育他？他比我们更灵性，我们要如何教育他？我们是要去启发他，而不是去教育他。让我想到一件事情，会不会只是反过来而已啊？一般父母亲都教育小孩说，你要好好读书啊，你要读数学啊，你不读不行，你给我去读安亲班，不行，你一定要给我考上好成绩，考到好大学，不行，你要去做去，这是规定，你要听爸妈的话。那有一些说啊，我想要把灵性带入孩子的教育中，搞不好只是反过来，可能就变成说，妈妈是为你好啊，快喝了这个符水，这个符水是有加持过的，喝下去，你每天都要照3餐喝来带去学校，不行，来每天念这个咒语来。一定要念，你不要管学校那些东西吼，那些都不要学，那些都不好，给他背下来，把经文背起来，然后你应该必须要把这个《金刚经》全部都背起来，来下礼拜妈妈会考你哦，说你要好好背哦，知道吗？这样就跟灵性完全不是同一个方向。我想到会不会反过来？对啊，也有可能觉得这样是灵性的，然后就把一些强加在他身上，叫他去背啊，去喝符水来喝符水，喝完符水就有符水力。来吃妈妈做的魔法药。应该是说我们不是去教他，我们是要去启发他，我们是要跟他玩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去跟他玩说，我们跟他玩扑克牌啊，然后教他猜那张是什么牌，然后猜10次里面有1次猜中了就有奖励啊，这样，然后开发他的感运啊，然后他不知道，你就跟他说，不是用想的，而是用感觉，你直觉，你觉得它是什么，你脑袋里面是不是能浮现它是什么，让他去，原来是脑海里面是有可能浮现那张牌是什么，他就会去尝试看看，是不是能浮现出它的样子，这样，这个才是启发，而不是去强加什么给他，叫他背什么，喝什么。这个我做过，真的有成功过，然后好像连续成功2次，对，但后面就怕的就没有成功了，就真的猜中了。因为小朋友不会有这种成功失败的心嘛，他比较不会，他只是很单纯去做这件事。那我们会觉得说，如果万一不成功，我们会有成功失败的想法。小朋友就玩，他比较不会。那这样的启发就很有作用。那这种方式是一种，但其实所有方式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去运作啊。比如说，晚上关了灯说，你看到什么啊？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光影啊？有没有看到一些除了我们家的房间以外有看到什么啊？去让他感觉，去让他看，他可能会告诉你说他看到什么，那你就要鼓励他说，那你很棒啊，你看到了这些，你可以再试着深入看看，你可以感觉到什么，去开发他，启发他的能力，然后陪他去玩耍，好像是一个游戏一样，但是你无形中去开启他的一些能力。对啊，能力，超感知觉啊，第6感啊，创意啊等等的。对啊，然后并且让他觉得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游戏，不用把它看得太严重，
现在有顶夸克炸弹，你要小心哦。哦，现在这个好灵性啊。它是一种游戏啦。小朋友早上起来啊，不要急着叫他刷牙洗脸上学，你可以稍微提早一点点叫他起床都可以，不要让他很赶着去做一些事，就上学。然后你要有一点时间去问他说，你梦到什么啊？然后让他把他的梦境说出来，然后告诉你，他就记得他的梦境。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告诉他说，其实梦里面啊，其实你可以知道你在做梦要怎么做，就是你白天你平常没事啊，来，你可以跟着妈妈这样说啊，我现在是在做梦吗？我现在是在做梦吗？你就想想，其实我们现在到底是不是在做梦？小朋友因为很单纯，他会觉得说，你说的可能是真的，其实是真的，我们现在本来就在做梦。那你就告诉他说，我们要分别是真正的梦还不是梦，我们可以试着去弯曲自己的手指看看，轻轻的，不要太用力。那如果可以弯过去，就代表我们是在梦里面；那如果不是凹不过去，就代表说我们现在还在真实里面。那当我们在梦里面，然后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尝试可以飞啊，你就可以用想象的让自己飞起来啊，或者想象变出棉花糖啊，或者想象什么，从这些去教导他记录梦境，然后进入清明梦，然后去开发他这方面的能力。这些都是很灵性可以去培养他的。对啊。如果你是我爸就好了。如果爸爸是墨子的话，小时候就接触这些事情的话，该有多好啊！小时候梦境，你的梦境不是常常会有一些什么魔法？对呀，就是可以从那些去开启那个。对啊，小时候常常梦到魔法什么，我就都跟同学说，我有魔法，我有魔法。然后大家都学我说，我有魔法，我也有魔法这样。其实信念创造实相嘛，这时候其实我们更应该去落实他的这信念，就会让他觉得说他真的有魔法，然后他其实就真的有魔法。幸好小时候我妈没有吐槽我，就是小时候我就说跟我妈说，妈妈我有魔法，我有去魔法森林跟魔法皇宫，我去了3次，然后我妈就说真的哦，她没有说你太单纯了，那个魔法都假的。还好没有这样。可是她真的也应该有这么想了。然后长大了就真的发现我女儿怎么这样。怎么这样？怎么变成这样？怎么变成这样？怎么现在不知道在干嘛？变神婆了。好好笑。不是灵媒，那变神婆。神婆是什么？神婆就是好难听哦。好难听。为什么不能取个什么魔法美少女？好。魔法美少女好像在看卡通。大家好，我是魔法美少女。大家太浮夸，这是在拍什么儿童片的？因为拍这个主题，然后今天我就特别穿了这个魔法少女。对啊。好有趣。就是小朋友比我们大人更容易灵魂出体，因为他的第3眼还没被钙化，所以他很容易就灵魂出体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培养他星光体旅行的这种经验。而且引导是不是要趁早？如果引导要趁早，对啊，越早越好。如果可能国中才来告诉他这些的话，引导他这些可能就妈你在说什么啊？然后跟同学说，我妈我觉得我不想接近她，怪怪的，她竟然叫我，对啊，竟然叫我什么灵魂出窍，这些都是骗人的啊。我妈好可怕，我不要靠近她。我妈是神婆。小朋友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去引导他，然后就是他在睡觉的时候，小朋友很容易睡着，那我们就可以跟他说，等一下你睡觉的时候啊，你的精神要保持清醒哦，你不要真的睡着，你让身体睡着，但是你不要睡着哦。然后他就这样子哦。那你可以暗示他，然后去尝试，然后妈妈现在带领你让身体睡着，但是你不可以睡着哦，我是让你身体睡着，你不可以睡着哦，你不可以睡着哦。要小朋友他想要啦，想要玩，就说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，现在就是在玩，不能睡着哦，不可以睡着哦。对呀，我觉得我当妈妈也不错，也不错，不可以哦，不可以，这样不可以哦。他说：“妈妈你好幼稚。”那是长大之后了。长大之后，然后小朋友很小的都跟他们玩得很开心，比他们玩的还比他们还幼稚。妈妈也是小朋友，比小朋友还小朋友。所以要暗示他灵魂出体，我们可以带领他让全身睡着。就跟他说，你的小肩膀已经睡着了，左边小肩膀睡着了，右边小肩膀睡着，就这举例了，就从头然后一直让他睡着到脚就对了，反正左右都要涵盖这样。然后到了他睡着之后说，你已经身体都睡着了，然后就
因为你有暗示过，然后你不可以睡着啊，但是你的身体已经睡着了，然后其实他都在听，然后你就可以暗示他说，现在你可以试着转身，然后用你的意念，用你的想法去转哦，你不要身体去转哦，用想的哦，不要用身体哦，你想象哦，想象你坐起来或想象转身之类的，然后让他离开他的身体，然后飘出来这样，然后就告诉他，你如果现在已经离开跑出来，你就自己想象你飞，然后想象你去玩，想象你到魔法森林，然后想象什么都可以，你自己去玩，就带着他，每天带他去灵魂出体，他一定可以让你带到灵魂出体，然后并且去玩。可是这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吗？没有危险性，没有危险性，没有危险性啊！每个人，你拍拍他，他就回来了，他也不会不见啊。然后闹钟叫，他也会醒过来，不会有任何的危险性。意思就是说，可能因为他还是这世界还是必须得上课嘛。那在学校在外面就会接受善恶，好坏。那他可能因为他还小，也没有懂很多，会不会如果他真的开启了第三眼，什么常常看到一些东西，他不会被吓到吗？不会有危险吗？什么的？反而小朋友不会啊，不会啊。很多小朋友就说妈妈床底下有人呢，或者妈妈吓死我。我笑死呀，那人你讲啥？卖人讲回啊。然后不要在那里乱讲话，哪有这种事？然后其实小朋友真的看到啊，结果人说没有，然后小朋友就被叫你不可以乱讲，然后他就不敢讲这样。妈妈那里有一个阿公，阿公叫他来吃糖，所以小朋友我们要去启发他，不要去限制他，可是会不会怕说，小朋友不懂，真的看到什么灵啊？那怕他不懂，然后跑过去什么的。其实小朋友本来就会看到，真的。3岁以前大部分的小朋友都会看到，然后3岁以后这个能力就会被封起来，就比较看不到。你有看过吗？有啊，一定有看过。然后3岁以后他封起来，你如果就是再继续启发他，他这个能力就不会被封起来，他以后就是他也不会觉得可怕，因为他本来就看习惯了，世界上是有很多奇妙的东西，有可能有精灵啊，有什么他不知道那是精灵，但是他可能看到有一个小小的人这样，然后飞来飞去啊什么的，他的世界就是很活的，不会被这个关起来。从3岁以前因为小朋友3岁以前他其实有一些能力是还存在的，所以就尽量在那之前就开始去培养他，去跟他玩，然后一直延伸到3岁以后他那些能力就不会被封闭起来，他就可以继续看到奇妙的世界啊，就能够让他不被社会污染，然后就锁住了他的一些能力。好好，真的，如果你是我爸，从小你是我爸，该有多好，就因为小时候都相信有魔法，大人都会觉得说小孩就单纯嘛，不懂事啊，就傻很天真这样啊，长大就会知道世界上没有魔法啦，对啊，这些都是小朋友的幻想。再长大一点就可以给他看我们的影片，然后让他知道原来其实一切都是有希望的游戏，不是我们生来就得努力上学啊，考试，读大学。那工作、结婚、生子、成立家庭，这样的人生那种套路其实很无聊，就是读书，然后考试，然后升学，然后出社会就拼命工作，然后努力向上，然后功成名就，然后到了年纪到了，然后就退休，然后等着时间到这样，就人生就很乏味的一个过程。每个人都这样过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那你如果好好启发你的小朋友，他的生命就是很活的。等到长大一点，就可以开始跟他说，其实一切都是幻象。那这些都是可以去引导很小的小朋友的一些方式。那再长大一点的小朋友呢，他已经有自己的观念啊、想法那些。那像有一位观众就问说，到底要怎么跟自己的孩子相处啊？他可能他自己都会画一些很奇怪的卡通人物，就画一些好像有点邪恶的感觉啊、恐怖啊、血腥啊等等。假设说是这样子，那跟他讲一些灵性的，他都不理我啊，或是不相信这些啊。其实不会，我觉得是看从哪一个角度去切入。如果他画的一些很特别的东西，搞不好他的意识里面感知的到某一个世界这样。你不要去限制他的创意，你就尽量叫他把它发挥出来。那你也可以尝试着教他去画不同的画风，就是反而不是限制，而是去鼓励他，就跟他说，除了这样的一个世界，你能不能
感觉到更美好的世界，不同的，你试着把它画出来，你可以去引导他去进入他想象的空间，或者另外一个宇宙的一个感知，然后让他去感觉到，其实我也可以画不同的东西。他原本那个事件，其实也可以让他尽量的画，然后再引导他画不同的，就让他一直感知。你可以告诉他说，其实你能感觉到的世界不是只有像这样的一个东西，这样的一个感觉啊。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是，我觉得应该是多多鼓励吧，就是而不是说，孩子你怎么这样啊，好恐怖！我妈妈看你这样太可怕，你拜托你不要再做这种事情好吗？拜托你不要这样子，你真的吓到我。应该是要了解他到底要诠释什么，要表达什么，要诠释什么。就是有时候可能会被吓到什么是没错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小孩子都这样。但是我以我小孩的角度来看，如果自己的爸妈都不支持我想做的事情，都一直批判我说我不好那个不好，其实我是不会想要听爸妈的话的。对，就是反而是有一种距离。有一些小孩子可能会听，但不是他们自愿想听，可能是出于我现在没有能力，所以只能听你的，依靠你，或是对之类的很多种种原因。但这些都不是小孩子自己想要听父母的而是有一种不得已的感觉。对啊，不听不行。对啊。我觉得小孩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是要去启发他，而不是去教育他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也许他所领会的跟我们的是不同的，就是他能体会的世界可能跟我的世界也不一样。我是要去启发他，发挥他本来他来就具有的能力，而不是去把我的想法灌输在他身上，把他原本具有能力给压下去。对啊。这样子反而不能够让他。而且有一点判断力的小孩，自己的想法的小孩，看到父母一直就是那种以上对下的感觉，说，我才是对的，你要听我的，我教是为你好，我就是要让你做这些事情，你不能做那些事情，你一定要这样。就反而小孩都不会把自己真正的想法想表达的告诉父母，就因为不管自己说什么，父母都觉得不对嘛，那我干嘛跟父母讲这么多，干嘛跟他谈心事？我讲什么他们都不会听啊，他们只觉得说我要听他的，我要听他的，对啊，那自然就会疏离这样子。我觉得不管是读书也好，或是灵性也好，都不是要去教育他，告诉他我才是对的，你要听我的，这些才是好的，对啊，而是去引导，去引导他，启发他，启发他，应该说让他的潜能给激发出来。创意，因为每个灵魂、每个小孩都是与众不同的嘛，特别的嘛，都有不同的自己的喜好与专长。对啊，是要引导他，让他发现自己的天赋是什么。